清晨，你刚睁开眼，就听见窗外传来几声嘎嘎的叫声。拉开窗帘一看，一只乌鸦蹲在窗台上，黑乎乎的羽毛在晨光里有点发亮。它歪着头，好像在跟你打招呼。你心里可能咯噔一下，乌鸦，这不是传说里不吉利的小家伙吗？小时候听大人说，乌鸦叫了是要有坏事，电影里也总拿它渲染恐怖气氛。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，用佛教的眼光来看，这只乌鸦也许没那么吓人，反而像个朋友，悄悄来提醒你一些重要的事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乌鸦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故事。在西方，它常被当成不好的象征，跟死亡啊、阴森啊挂钩。在东方的老故事里，它有时候聪明得像个使者，有时候又有点调皮。可在佛教里，乌鸦没那么复杂，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小伙伴，带着无常的问候，轻轻敲你的心门。它站在你窗外，可能不是来吓唬你，而是想跟你聊聊。嘿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？所以，如果你是佛教徒，或者愿意试试佛教的思路，面对这只窗外的乌鸦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别急着害怕，也别急着赶它走，让我们一起慢慢走近它，看看它带来的温暖和智慧。佛教里有个词叫无常，听起来挺深奥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生活一直在变，没什么能永远不变。花开了会谢，月亮圆了会缺，我们也会一天天长大变老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可有时候我们就是害怕这些变化，总想抓住点什么不放。乌鸦呢，就像个小信使，用它黑黑的羽毛和沙哑的嗓音，轻声告诉你，别怕，变化是老朋友了。你看乌鸦的样子，黑得像夜色，叫声也不算动听，很多人第一眼就不喜欢它。可这不正是无常的模样吗？它不华丽，也不温柔，却实实在在地站在那儿。你会不会觉得，它其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说，我就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咱们都得接受啊。它不是来让你难过的，而是来陪你一起面对生活里的起起落落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乌鸦会说话，它可能会讲个小故事。想象一个修行的人坐在山里静静地想事情，突然听见乌鸦叫，他有点烦，觉得这声音真不让人清静。可乌鸦飞过来，停在他旁边的树上，说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他说，我想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乌鸦歪着头笑了，那你听听我的声音，它不平静，可它在这儿陪你，你不也还是好好的吗？修行的人愣了愣，然后笑了。他发现乌鸦不是来捣乱的，而是来告诉他，平静不是把所有噪音赶走，而是学会跟他们和平相处。这个故事是我编的，可它让我觉得乌鸦真的是个贴心的小家伙。它站在你窗外叫的时候，也许在说，别怕生活乱糟糟的样子，我在这儿陪你呢。你知道乌鸦在自然里做什么吗？他是个清道夫，喜欢捡地上的残食吃，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干净。有人觉得这不体面，可我觉得这特别棒。他就像生活里的小帮手，把旧的、坏的清理掉，让新的东西有地方冒出来。这不也像我们心里的那些事吗？有些不开心，有些放不下的回忆，就像角落里的垃圾。乌鸦的叫声好像在说，来吧，我帮你扫一扫。佛教里常说，生活就是一场接一场的放下。过去的遗憾，今天的不安，都可以像乌鸦啄掉的残渣一样被清理干净。你窗外的乌鸦，也许是来帮你做这件事的。它不嫌脏，也不挑剔，只是站在那儿，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，
放手没那么难，我陪你一起试试。乌鸦站在窗外，它的黑色羽毛总让人觉得有点沉重，可它也在悄悄告诉你一件事：放下那些抓得太紧的东西，其实没那么可怕。我们有时候会害怕失去，怕日子变了样，怕身边的人走远。可乌鸦呢？它好像一点都不怕。它每天飞来飞去，从不抱怨自己没有五颜六色的羽毛，也不羡慕别的鸟唱得更好听。它就是它，简单又踏实。我听过一个关于乌鸦的小故事，挺有意思。说有个修行的人在山里住，每天早上都听见乌鸦叫。他一开始觉得烦躁，拿起小石子想赶走它，可乌鸦一点不怕，第二天还是飞回来继续叫。后来他有一天坐下来仔细看它，发现乌鸦忙着梳理羽毛找吃的，那么认真又自然。他忽然觉得这只乌鸦其实挺像个朋友。它不完美，可它也不假装完美。它用自己的方式活着，也在提醒他，你也可以试试放下那些多余的想法，日子会轻松一点。这个故事让我觉得，乌鸦好像在用它的叫声跟我们说，别总抓着不放，松开手试试吧。你窗外的乌鸦，也许也在对你说同样的话。它不是来让你难过的，而是来陪你一起面对那些藏在心里的小疙瘩。放下不等于失去，而是给心里腾出点空间，让新的东西进来。乌鸦还有个特别的地方，它是自然里的小清道夫。你看它在地上啄来啄去，吃掉那些没人要的残渣，把环境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有人可能觉得这活不怎么样，可我觉得它真了不起。他把旧的、坏的清理掉，就像再给大地一个新的开始。这种感觉跟我们心里的是多像啊！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心里也堆了些垃圾？比如对某人的小埋怨，拖了好久没说出口，或者某个不开心的回忆总在脑海里转圈。乌鸦的叫声就像一个温柔的提醒，嘿，我在这儿帮你收拾收拾吧。他不嫌这些东西乱，也不嫌它们不好看，只是静静地陪着你，让你有勇气把它们扫一扫。佛教里常说，生活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结束和开始。昨天的事过去了，今天就是新的起点。乌鸦站在你窗外，可能就是来送你一份小礼物的，它帮你把旧的带走，让你能轻装上阵。你愿不愿意收下这份礼物呢？它不花哨，可真的很贴心。佛教里还有个说法叫因果，听起来有点严肃，其实挺像生活里的小回音。你今天做的事、说的话，甚至心里想的东西，都会像扔进水里的小石子，荡起一圈圈涟漪，迟早回到你身边。乌鸦的叫声有点粗糙，却像这个回音的放大版，站在窗外跟你说，你听听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声音哦。我有时候会想，乌鸦是不是生活派来的小信使？它不急不忙地叫着，好像在提醒你有些事该回头看看了。比如，你是不是对谁说过一句不小心伤人的话，却没来得及说对不起？或者有些小事你一直拖着没做，结果越堆越多，心里越来越沉。乌鸦站在那儿，不是来责怪你的，它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些小涟漪还在那儿荡着呢，你可以试着让它们平静下来。我们来看看生活里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吧。假设你每天上班路上都经过一个卖早餐的大姐，她冲你笑，你却总低头玩手机，没搭理她。有一天，你不小心把包落在路边，回头找时发现她帮你捡回来了，还说我记得你每天都从这儿过。那一刻，你会不会觉得乌鸦的叫声早就偷偷提醒过你，别老忽略身边的人啊？还有个朋友跟我讲过他的故事。
他有一次跟爸妈吵架，赌气跑出去。那天晚上，窗外的乌鸦叫得特别响，他心里有点慌。后来他冷静下来，给爸妈打了个电话道歉，事情就过去了。他笑着说，那只乌鸦好像在帮我妈说话呢。这话挺逗，可也挺暖。乌鸦的叫声有时候真像生活的小提示，告诉你别让小误会变成大遗憾。乌鸦叫的时候，不妨停下来跟自己聊一聊，我在躲什么呢？不用急着找答案，就静静地问一问。也许是跟朋友的一个小误会，你不好意思开口；也许是工作上的压力，你假装没事。乌鸦站在窗外，像个老朋友，用他沙哑的声音说，没事的，我在这儿陪你，你慢慢想。他不会逼你，也不会笑你，只是站在那儿，等你愿意抬头看一看。佛教里说，看到自己的心就是改变的开始。乌鸦的叫声就是这个开始的小敲门声。你听到了吗？他在说，别怕，我陪你一起面对。因果不只是回音，它还能变成生活里的小惊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不经意的小善意也会像种子一样长出让人开心的果实？比如你某天心情好，随手帮邻居提了个重东西，没多想。过几天你出门忘带钥匙，邻居却笑眯眯地拿了梯子帮你爬窗回家。那一刻，你会不会觉得乌鸦的叫声早就悄悄给你打过招呼，多做点好事会有回报的哦？乌鸦站在窗外叫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在提醒你，生活是个来来回回的过程。你对别人好一点，对自己温柔一点，这些小小的种子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开花。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喂小区里的流浪猫。有一天他丢了钱包，急得团团转，结果一个路人捡到还给他，说，我见过你喂猫，觉得你人挺好。他后来跟我说，那一刻他听到乌鸦叫，觉得他在替他开心的。所以乌鸦的悄悄话不只是警告，它还是个鼓励的小喇叭。它告诉你，生活里的每一步都算数，不管是好是坏，都会留下痕迹。你可以选择让这些痕迹变成温暖，而不是负担。乌鸦站在那儿，像个贴心的小伙伴，说，别怕出错，也别忘了善良，我在这儿看着呢。别急，慢慢来就好。乌鸦叫的时候，你不用一下子就明白它想说什么。生活里的因果，有时候像拼图，得慢慢拼才看得出全貌。你可能今天听它叫，觉得有点迷糊，但过几天回头想想，就会发现，哦，原来那天它在提醒我这个。它不催你，也不要求你马上变得完美，只是轻轻地陪着你，等你准备好。下次乌鸦再叫，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，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深呼吸几下，然后问问自己，我在躲什么？或者我能为谁做点什么？不用想得太复杂，也许只是给朋友发个消息问好，或者收拾一下乱糟糟的桌子。乌鸦不会笑你答案太小，它只会用它的叫声说，很好，就从这儿开始吧。佛教里说，因果不是惩罚，而是让你学会用心生活。乌鸦是你的小助手，帮你把心里的杂乱理一理。它不华丽，也不吵着要你感激它，只是站在窗外，用它的方式说，我在这儿，你慢慢来，没事的。乌鸦站在窗外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它可能不只是来提醒你过去的事，还想叫醒你心里的某个角落。佛教里常说，觉醒不是什么遥远的大事，而是从现在开始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。乌鸦的叫声就像个小闹钟，沙哑却真诚地跟你说，嘿，醒醒吧，别老睡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它黑黑的羽毛
可能让你觉得有点沉，可它也在告诉你，生活不总是亮闪闪的，有阴影也没关系。他站在那儿，像个老朋友，不怕你嫌他吵，也不怕你不理他。他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现在就是个好时候，可以试着换个角度看事情。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建议呢？我有时候会想象，乌鸦要是会说话，他可能会说，你看我每天飞来飞去，也没啥特别的本事，可我还是挺开心的。你也可以试试，别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他不要求你一下子改变一切，只希望你停下来，喘口气，感受一下当下的风、阳光，还有它的叫声。乌鸦的叫声不柔美，可它有个特别的本事，能帮你找到心里的安静。你可以试试这个小方法，下次它叫的时候，别急着烦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跟它聊聊天。先喘口气，深吸一口气，再慢慢吐出来，想把心里的乱七八糟吹走。听听他说话，把耳朵交给乌鸦的叫声，别想着它吵不吵，就静静地听。它的声音可能有点跳跃，可能有点粗糙，但它有自己的节奏，像在跟你讲故事。看看心里咋样？听着听着，你可能会冒出点想法，比如真烦，或者它干嘛老叫。没关系，这些想法就像云，飘过来又飘走，你不用抓着不放。回到现在，最后把心思拉回到呼吸，感受鼻子里的凉意。乌鸦还在叫，可它不再是噪音，而是陪你的朋友。这个小练习不用花太多时间，5分钟就够。你会发现，乌鸦的叫声其实没那么讨厌，它像个老实的小伙伴，用它的方式帮你把心静下来。佛教里说，平静不是把世界变安静，而是让心学会跟世界好好相处。乌鸦就是你的帮手，陪你一起试试。如果你想跟乌鸦再亲近一点，可以试试一个小小的冥想，把它当成你的小向导。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想象那只窗外的乌鸦就站在那儿。它没啥架子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你，像在说，来吧，咱们聊聊。你可以试试这样，想象它模样，心里画出乌鸦的样子，黑黑的羽毛，亮亮的眼睛，可能还有点歪头的小可爱。它就在那儿，不急不躁地陪着你。听它的声音，回想它的叫声，或者如果它正在叫，就让这声音飘进你的耳朵。别觉得它粗糙，想象它像小波浪，轻轻洗掉你心里的乱七八糟。问他点啥，静静地在心里问一句，你来告诉我什么呀？不用急着找答案，就让这个问题在心里飘一会儿，像跟老朋友聊天。收下他的礼物，想象乌鸦飞过来，给你留下一片黑羽或者一颗小种子，把它当成一份小惊喜，带着无常和希望的味道收进心里。做完这些，慢慢睁开眼，感觉一下自己是不是轻松了点。乌鸦在这儿不是来给你压力的，它像个老实的小伙伴，用它的方式说，你看，生活没那么难，我陪你一起走。这个小小的冥想能让你觉得它不仅是窗外的小客人，还是你心里的小帮手。乌鸦站在窗外，可能就是来叫醒你的。它不要求你一下子变成什么了不起的人，也不指望你马上明白所有的大道理。它只是用它的叫声轻轻推你一把，说，嘿，睁开眼看看吧，生活挺有意思的。觉醒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，它就藏在这些小瞬间里。听到乌鸦叫时多点耐心，面对变化时少点害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乌鸦其实挺像个小老师？他不爱出风头，也不擅长唱歌，可他老老实实的做自己，用他的黑语和叫声告诉你，你也可以做自己，不用总逼自己完美。他站在那儿，像在说，生活有高有低，有光有影，
都没啥大不了，我在这儿陪你呢。下次乌鸦叫的时候，试着冲他笑一笑。他可能不懂你的笑，可他会继续叫着，像在回应你。我知道你在听。觉醒就从这儿开始，从跟乌鸦做朋友开始。它不是坏兆头，而是生活送你的小礼物，提醒你用心过好每一天。窗外的乌鸦从一开始让你有点怕，到后来变成无常的小心事，因果的小喇叭，再到现在成了陪你醒来的小老师。它是不是比你想的要可爱得多？它没有花花绿绿的羽毛，也没有甜甜的嗓子，可它有自己的真诚，用沙哑的声音告诉你生活的模样。它先教你无常，说生活总在变，像风一样抓不住，可你不用怕，因为它陪着你一起看风景。它又跟你聊因果，说你做的每件小事都会有回音，不管是温暖还是小遗憾，你都可以试着让它变好。最后他带你找觉醒，说生活不只是忙忙碌碌，还有很多小瞬间等着你去发现。他站在窗外，像个不辞辛苦的小伙伴，说别怕，我在这儿，你慢慢来。下次乌鸦在叫的时候，别急着躲，也别觉得它吵，试着听一听，看一看，跟他聊一聊。他可能只是路过，也可能带着点小秘密来找你。不管是啥，他都是你的朋友，一个不求回报的小家伙。他嘎嘎地叫着，像在说，嘿，我陪你呢，你好好过日子吧。佛教徒会怎么看这只乌鸦呢？可能会笑着点点头，说谢谢你，小家伙，然后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往前走。你也可以试试，把乌鸦的叫声当成生活的小礼物，收进心里。乌鸦不完美，可它真心对你好。当你跟它和解了，你就跟生活和解了。窗外的乌鸦叫，其实是生活对你说，没事的，我在这儿陪你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，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。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。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，别忘了点赞，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。记住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